来呀！哎，甭换鞋，甭换鞋，快来！哎，侯令来了啊！赶紧跟我说说，老乔咋走的？哎，你说也是啊，这么年轻，这剩下孤儿寡母的。 这气氛有点凝重啊！红叔来了，你们先吃。妈，我开个会去啊。开啥会呢？别管他，坐。快坐，快。哎，你北京那边整利索没？什么时候转？我听江敏说，这房子也找好了，学校也找好了，就等你去了。你咋突然来东平了？ 我现在成了我们单位最闲的一个，这不要脱衣裳了吗？让他们给抓了差，凑个数呗。啥差呀？指导组吗？你们指导组到底干啥来的？哎，我特好奇。哎呀，行了，你别好奇了，你别好奇，你问问怎么了？你去看看这会开的怎么样了，快去。哎，他好奇的事，确实是我好奇的。 大哥，到底干啥来的呀？指导组你接驾呀？你看啊，这连柳运都能想到这一层，那你说我们单位这些人能想不到？哎，跟我透个底儿啊，到底是不是省里边掌握了一些我们市院或者是东平市公检法 某位同志职务犯罪的嫌疑，有啥线索吗？哎，你提供给我，就是我呢，等回省里，我跟上面领导汇报一下，完查我就不管了，但是我这汇报我是有功的呀，哎。 这样我脱衣让我脱，那多光荣啊！我这下边一个单位能有啥线索？我这不就是没线索？我觉得你们省里有吗？才问的你。问题我啥也不知道，我就是来凑数的呀。不是，这个，因为作为领导，啊，当然你没当过领导啊，你也不知道领导考虑这个层面。我给你解释一下，假设哈，东平下面这几个县，哪个检察院？ 如果有职务犯罪的嫌疑，让我们掌握情况了，那他再有点别的事儿呢，我们派下去的这个指导小组就会安排抓职务犯罪的同志在里边。那你们这指导小组也一样啊，一共5个人，有2都是11部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张检是怎么想的，就很清楚了。于文珍。 我听你一席话，我醍醐灌顶。说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啊？借查张文京这个案子，实查我们指导小组内部有人违法违纪的事情。假如我们指导小组组长郑亚平，假如。 他有违法违纪的现象，让我来查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那不对，你要这样的话，这事儿整反了。应该你是组长，他是副组长，你才反了呢。他当组长，他负全责，他说的多，做的多，他暴露的多。然后我是一个副组长，我就是个闲职，我就在旁边，我观察着、记录着，我报告着。哎呀，你别老给我整这些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事儿，一本正经给我扯犊子，是不是？ 这吃你的饭。先碰一眼，敬老乔。我呢，出差出任务，纪律上不能喝酒。老乔呢，也从来不喝酒，他在这儿也是喝水。敬老乔。哎，你有病！你往地上倒啥呀？不敬老乔吗？敬老乔你就往地上倒啊！你这……那你在自己家也这样吗？你媳妇不揍你吗？
哎呀，这不是一会儿急救又得家庭暴力了，你这整的就不知道以为我到了。明天回趟东边。明天中午得跟张总吃饭，约好。以后张总就说我老板了。小月好不容易给找了这关系，还没去呢，先改时间，第一印象不好。他欠小远个人情，我让小远跟他说，改一天多大点事儿啊！人都走了，我也是还看不着他，我说踏踏实实把这边事儿办明白了，让人走也不碍事。哎呀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，你跟老领导这个角色相当英明，所以我等我再回海州，第一件事，我催孙亚军赶紧把我关系办明白，衣服一脱，哎。我带着小豆过来上学，老领导那边一退休接过来，咱全家北京安家，一家人齐齐整整，一个都不少。对，珍惜眼前人。哎，还领导总结精辟到位。还怎的？我再问你一遍，确定不回东平了？我可给你假了，我就先不回了，假攒着呗。攒什么攒？假还要攒的，过这村就没这店儿。咋这样呢？各位领导，首先我要检讨，万海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案，是省市两级都关注的要案。开庭第一天就出现了被告人干扰审判的事情，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对于像张文京这样精通法律的专业人士，我们准备的不充分，功课做的不扎实，对案件处理造成了极大的影响。庭审视频我们都看了，张文京喊的万海不是黑社会，为什么？各位领导，张文京在法庭上说的话，那都是胡乱攀咬，根本没有事实根据。我们经过审查发现，张文京在万氏集团任职期间，曾多次为该集团的违法犯罪行为提供帮助，甚至涉嫌参与多起诈骗、敲诈勒索等相关案件。他一开始呢，拒不承认自己的罪行，并且辩称说自己只不过是万氏集团的一名法务，他给万氏集团提供的服务也是法律中性工作，甚至说他对他服务的这家公司是不是犯罪了，他都不清楚。可实际上，张文京是从11年前就担任万氏集团的法务总监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他怎么可能对他服务的公司不了解呢？其实啊，他就是利用他学到的法律知识，协助犯罪团伙规避法律制裁。这个被告人当庭喊冤，他的原因和目的是什么？张文京当庭喊冤，严重的干扰了法庭秩序，混淆视听。
干扰了我们审判。他呢，这是一种手段，是为自己脱罪的一种手段，或者说，他非常清楚，他有非常深厚的法律知识，并且熟悉我们的审判流程，所以他特意等着开庭的第一天，有大量媒体在的时候喊人，其目的就是为了引起媒体的关注和报道，博取同情，并且利用舆论裹挟我们审判的方向。领导，我要汇报一件事情。我们一部主任乔振兴同志死了。啊？死的？什么时候的事啊？我已经去过市局了。截止到目前，调查工作没有实质性的进展。等一有结果，我会第一时间给领导们汇报。各位领导，我们的工作确实有疏漏，我们希望也期待着省院对万海案能给予更多的关注，还有指导，让案件切实地进行下去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么晚了还叫大家来开会，辛苦了。这样吧，你们先回去，我们这边再开一个党组会，研究研究。这封举报信你怎么看？信息量有点大，也有些混乱。说一下怎么个乱法？信里直接指出乔振兴是被害死的，但又没写是被谁害死的。举报李仁俊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保护伞，万海团伙不是东平真正的黑社会，也就是说，东平还有可能存在另外一个黑社会团伙，并且其背后有政法系统的保护伞。这封信对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案提出了明确的定性，但只是观点，没说原因。对于这样的举报信，我们是有明确的规定的，必须查。在中国法律体系持续健全、法治社会建设稳步推进的当下，如果发生这样的案件，那将是极其罕见、骇人听闻的。对，可是张姐，别的不说，首先时间就不够。乔振兴、李仁俊、万海都跟万海案有关，包括张文金当庭喊冤，这都是搅在一起的。想要查清一点，其他也得理清。可是万海案已经开庭了，刑诉法规定，公诉案件必须在3个月内宣判，也就是说，所有的这些事情都要在3个月内查清楚。难啊！难，也得查。领导，哎呀，领导好。洪亮，哎，到北京了吧？到了，今天到的。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托您的福，一切顺利。那就好。明天啊，需要你回来一趟。哎，领导，我方便问一下，我需要准备哪些材料吗？因为我不知道什么任务。不需要，明天下午下班之前回来就可以。好，没问题，保证不迟到，您放心。那明天单位见。好的。早点休息。哎，领导再见。什么玩意儿？
今天下午是谁打死说也不回去了？还是单位的领导说话好使啊？哎呀，真不由己，真是。你，哎呀。严书记，根据这封举报信的内容，我怀疑东平市政法系统内部可能存在严重的职务犯罪问题，甚至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。万海案是轰动全省的大案要案，我建议省检察院成立一个指导组，让11部的同志参与其中，指导办理张文京案的同时，暗查东平政法系统内部是否存在职务犯罪行为，是否有人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，如果有，一旦查实，坚决打击，绝不姑息。明白。太麻烦了，实在是。哎，正好我们李检到了。李检，谢主任。李检，哎，谢主任。李检，江队他们来了解一下乔主任的案子。啊，我正好给许局打电话，有什么新进展？李检，事情发生的比较突然，还在调查当中呢。今天过来就是想了解一下乔主任平常的工作状态什么的。行，谢主任。那个关主任，你配合一下。哎，太麻烦了啊。哎，没事，啊，江队。老乔就坐这儿。张队，老乔是怎么死的？还在查。谢主任，乔主任平时跟同事们的关系怎么样？关系挺好的。那他最近这段时间有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，或者说他情绪上有没有啥异常？江队，哎，乔主任这个人呢，平时就不爱说话，把他从万海案上撤下来以后呢，就更不爱说话。万海案这么大的案子，把他从主办检察官上撤下来，这全院上下都盯着呢，脸面上可能挂不住。你说这好好的一个人，怎么说没就没了呢？申请人洪亮，我是刚调来不久啊，对咱们本院的同志还不太了解，这就看到了你的离职报告。这可不是我对领导有看法，开玩笑。工作交接都完成了吗？专委很关照我，就没有最近安排特别重要的任务。前天是他最后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结束了，是跟春祥同志有关系的那件事儿，是吧？对。洪亮，啊，听说你跟一部的同志合作的不是很愉快呀？没有啊，因为流程都是正常的，推进的很顺利，一部的同志非常配合。是吗？哦。那一部的主任亚平同志，你合作完了以后有什么想说的？就人很好啊，就是性格比较直爽，性情中人。但实话讲，就是因为我们是一部这种特殊的工作性质吧，别的部门的同志对我们就相对比较谨慎，所以也没有更多的交集和了解。谨慎啊，你这个用词很有意思啊。好，就要离职了，最后的这一段检察官时光，你打算怎么度过啊？个人利益永远服从国家利益，服从集体利益。只要单位还有任务方面的需要，我义不容辞，坚决站好最后一班岗。在任18年，也才40多岁，这就要离开这个岗位，舍得吗？肯
肯定舍不得呀。哦，对了，你老家是东平吗？对，东平市开发区洪家村人。我父母还在嘛，所以我没事老得回去。哎呀，这个东平最近是真不太平。万海案是吧？最近又出了一件事儿，那个乔振兴的死亡。洪亮，这事儿你也听说了吧？怎么回事？我不太了解具体情况，就是他们给我打完电话也没说清楚，就说是溺亡。但我听说他这2年喜欢钓鱼，就是不知道是不是野钓的时候你得砸冰窟窿，你至少得这么大。乔振兴跟你是大学同学吧？啊，你应该了解他。说说看。应该说他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，最纯粹的一个人。怎么说？对理想，对人生的规划，明确的认为自己的目标就界定为检察官，那还真就实现了。就是我们上大学大一上学期那会儿，我记得那时候我就在开水房，我专门问过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这为啥当检察官啊？他就跟我说，因为检察官是坚守正义底线、捍卫公平的卫士。他跟我说这个话的时候，他有点抖。我当时我就顺着往底一看，我特别想提醒他，我说哥们儿，你烫手了。他拎的那个绿暖壶嘛，它上面有特别大的一串红字儿，以至公无私之心行光明正大之事，自己写到绿暖壶上的，那开水就流在那个红字儿上，那个蒸汽腾腾的往上冒。那一刻就我觉得好像我也应该当检察官。乔振兴的事情谁跟你说的？李仁俊，就那个东平市现在代理检察长。醒啦？哦，哎，这是你家？哎，你晕在酒店以后，雷姐想把你带走，我没让。哎，要是你一睁眼又看到她那张脸，估计你又炸毛了。我也不知道你住哪儿，就只能先把你带到我这儿了。谢了，在虎哥面前，帮我说了几句公道话。你救了我，不管你是不是自愿，我都要还你个人情。来，你这干嘛呀？我们是逃犯。逃犯出门是要伪装的，不是伪装应该低调点吗？你这弄得花里胡哨的，是要把我往焦点上整啊？你得换风格，换了风格，人家才认不出来你。哦，试试这个。这个啊，本来我是给自己准备的。哎，你别说，你戴粉色还挺好看的，瞅瞅，瞅瞅。确实啊，别说警察了，连我亲妈都认不出啊。你不跟虎哥住啊？他怎么可能住我这儿？心情好的时候隔3差5的来一次，有时候几个星期都不会来一次。那他住哪儿？我不知道，虎哥的事
我还没雷杰和黑皮知道的多。他不让我多问。哦，对了，虎哥答应留下你了，你就先在酒店的台球厅工作，就是陪客人打打球、端个酒水什么的。我那20万被没了，现在身无分文，当台球小妹能赚几个钱啊？再说我是为了什么跟虎哥混的，你们心里清楚。你别急嘛，时机到了，虎哥自然会差你办事。你就先踏踏实实的，好好在我这儿养身子。好看。我菜做好了，来吃饭。来。曹大，你是不是以为我死了？是啊，我们都准备给你开追悼会了。林强，那么无情啊！你们肯定没想着找我。我手头案子那么多，哪有精力管你啊？跟你说过了，任务有风险，出了意外也是你自找的。哎，我在这上刀山下火海，九死一生的，你倒好，只会说风凉话。你们禁毒大队也太无情了吧？那你就别干了。那不行，杀程叔的幕后主使还没找到。程叔确实是聪子杀的，我听聪子和秋虎对峙过，错不了。但指使聪子下手的人不是秋虎，聪子只是收钱办事，也不知道是谁指使他杀的程叔。之前我们在医院也审过楚娇娇，她提到过是有人收买聪子，杀警察，栽赃秋虎。看来这件事可以初步证实了。聪子被秋虎弄死了，尸体埋在祭祀3国道灵燕路往南反正4、5公里左右吧。那天晚上月黑风高的，这我也差点被埋了。没有心情记具体地址，你们自己找找吧。林强，这次你辛苦了。哎呦，终于说了句人话。接下来，警队希望你继续化妆侦查，盯紧秋虎，我会尽快派人来接应你。行。曹大，雷杰那个王八蛋，虽然打了我一枪，但是我已经缓过来了，没多大事儿。我一定能完成任务。谢局，告诉你，林强发来消息，确认聪子已经被秋虎灭口，我们找到了聪子的尸体，提取了指纹。基本上可以断定，杀害老程的凶手就是聪子。老程虽然是聪子杀的，但是背后指使他下手的人不是秋虎，是另有其他的势力买通了秋虎手下的人，杀警栽赃，引我们盯秋虎。什么势力？目前还没有查清楚。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查清杀害程基的幕后主使。我一定会查明真相。但是，就目前的情况而言，整件事都牵扯到范楚集团的利益纷争，一朝一夕还很难摸查清楚。我们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。这正是我们这次找你来的目的。市局决定针对秋虎一案成立专案组。
党委会已经通过了。我任组长，高局任副组长。鉴于你对案子最了解，我和高局一致建议由你来担任指挥组的负责人。是。阿长啊，之前一些卧底人员的接头人，因为他们的关系都在警队，所以呢，他们的身份很难掩饰。尤其是与卧底人员进行联络时，我们又很被动。林强执行的这项任务，已经不是短期的卧底任务，案件又很复杂，所以现在需要你挑选一个与刑侦系统牵扯不太深，又能够全力保护他的人作为接头人。小陈，你知道这个程景松在下面待了有多久了？一大早就来了，已经连续好几天了。好了，没事。你每天都站在这儿，是在跟我示威吗？不是。您虽然没批准我入队，但还留着我的档案，我心里就还有一线希望。曹大，我确实有私心，我想插手程叔的案子，我想找林强。但我申请进禁毒大队，也有别的原因。程叔去世之后，我考虑了很久。我已经明确自己接下来的目标，我想成为一个像程叔、像您一样，冲在一线抓捕嫌疑人的缉毒警。很可惜，接下来你没有机会冲在一线，抓捕犯罪嫌疑人。不过档案还是先放在我这保管，经组织商讨后决定。现在有一项比抓捕嫌疑人更棘手的任务，需要你加入。您的意思是，收你入队可以，你必须无条件接受这项任务。接受任务，谢谢曹大。陪客人打球可不能这样打，你把一桌子球打光了，他给你什么小费？那怎么样才能拿到小费啊？哟，旭哥，牛啊！哟，旭哥你太厉害了，能不能教教我？你是我见过的球神呐！啊！你这台球小妹，哪座大庙里起来的？这球打得不太好，给这么多小费。这是客人让我转交给你的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倩倩，你可真有魅力啊！你这刚来就有客人送礼物，看着大小，不是戒指就是耳环。VIP？ 什么 VIP 啊？健身 V。真是嫌你身材不好啊！小姐啊！
坚持坚持。哎，你好，帮我看一下这张卡。好，这是一张私教卡，我带您去找教练。坚持，请跟我来。再来一个。林哥，您的学员到了。好，那你先忙，我先走了。我真的以为我要失去你了。曹大叔，来接应我的人，不会就是你吧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的接头人。你怎么这么傻呀？做什么不好做卧底？大吉精神来，还有一场硬仗等着我们呢，我会陪你一起完成任务的。喂，四叔。听说那天晚上你和秋虎闹僵，是怎么回事？出了点岔子，不过你放心，货在哪儿，我已经摸清头绪了。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。既然答应了马爷配合你做这事儿，要是完不成，我也没法向他交代。让马爷放心，秋虎劫走的货，我一定毫发无伤的给他带回来。收到你的消息后，曹大迅速派人摸了豪庭酒店的底。就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，酒店的现任老板邱志明，也就是秋虎。秋虎表面上是经营酒店，实际上是以贩卖海洛因谋取暴利。这是什么？马洪涛，中红跨国贩毒集团的大毒枭，常年窝藏在红瓦。目前警方未知他的真实面目。队里检验了汪珊珊的海洛因，已经确定了秋虎卖给他的货就来自于红瓦。秋虎应该就是马洪涛在岭南地区的托家。没想到，汪珊珊的案件只是冰山一角，这背后勾连着这么大的贩毒网络。秋虎于上个月劫了一批货，这批货是什么，在哪儿？你需要去查清楚。局里对我们这次行动特别重视，已经成立了1027专案组。接下来你的身份将被严格保密，你的行动代号是玫瑰。这汪珊珊对自己还真不赖啊！这几个包加一块儿，得够我10年工资了吧？哎，这人的命没法猜。上个月汪珊珊是大姐大，我是穷光蛋。今天她穿着牢服吃牢饭，我搬进了她家，霸占了她的胜利果实。老姐，对不住啊，妹妹我会替你好好享福的。这些是王倩的个人物品，你收好了。王爷已经把他网上的信息全部换成你的了，还有这个。哎，我住在汪珊珊家引汪倩，那汪倩呢？不会我演着演着，她突然跳出来跟我唱双簧吧？
不用担心，虽然没有找到汪倩的贩毒证据，但曹大让人验了她的毛发，验出了4氢大麻酚阳性，已经遣返回国了。汪倩是美国人，你要好好练练英文了。那帮人小学都没毕业，懂什么英文？会几句骂人的话就行了。骂人的话我溜着呢。这什么？汪倩身上搜出来的，她是个口琴高手。吹什么口琴啊？赶紧学吧，这是任务。曹大为什么不让我直接查秋虎的贩毒证据？找他劫的货干嘛？秋虎劫了货，才被栽赃杀警。这批货极有可能是大宗海洛因，才会引起毒贩间的纷争。找货不仅仅是为了搜集秋虎的贩毒证据，曹大也想借此线索，摸出背后更大的贩毒网络。你觉得秋虎会把货藏在哪？我不喜欢猜，我只相信我亲眼看到的。我这2天已经把豪庭酒店上下摸了个遍，只有一个地方我还没有进去过，我会尽快摸进去看看。哎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吗？啊，下去。我是酒店员工，不能上来走动走动吗？你们领班没告诉你顶层不能随便上人吗？赶紧滚！哦。哎，少斌，顶层是什么地方？怎么还有人守着？虎哥办公室的上边。哦，是顶层哪一间？不知道。你问这个干什么？要搞清楚老板的方位啊，不然想偷个懒儿、开个小差什么的，这心里头不踏实。顶层除了虎哥之外，还有谁能上去？雷杰、黑皮能上去，还有些个金主柜、客户柜往上带。球技不错啊，来一局。我打的不行，少斌打得好。哎，少斌，来陪老板打球。我只跟姑娘打，就你了。老板要打多少钱呢？不打钱。如果你赢了，那天你打我的事儿，我就不追究。要是我赢了，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动手？什么事儿啊？动什么手？装傻。装什么傻？咱们俩是第一次见啊。你肯定是认错人了。这儿这么多姑娘，怎么就看你眼熟啊？你这搭讪的方式太老套了，放手。我改主意了，要是我赢了，你赔我1万，价你出。装，再装。那天你打了我一顿，最后也是用这招收的尾。怎么，敢动手打人，不敢承认吗？放心，我还没到饥不择食的地步。张先生，我哥请你上去，
在办公室等你。那天见你不抽烟，想着你肯定对雪茄有兴趣。乌普曼，虎哥好品味啊！果然，行家。今天请显赫兄弟来，是想当面给你赔个不是。那天你见笑了，我那几个手下不懂事儿，闹了一场误会。我这个人忘性大，虎哥，你要是再提这事儿，那可就是骂我了。显赫兄弟跟四叔是怎么认识的？去年，他有几笔账走得不干净，找我帮忙处理。老爷子仗义，之后就一直带着我结交各路朋友。四叔那茶馆3毛5分的小流水，还用得着老弟你出手？是账走得不干净，还是账上的货不干净？不清楚，我也不问。只要钱赚到手，具体的事情知道的越少越好，不是吗？下周我生日，在顶楼500居招待几个朋友，显赫兄弟也来。好事儿，一定到场。进来。胡哥，钥匙收好。那杯红酒已经放仓库了。虎哥，那你先忙，我先撤了。不送了。红姐那几个不来咱这上货，是找到新卖家了。谁胆这么肥，敢在我地盘抢肉？我让人查了，红姐下面的人嘴很严，不肯突出新卖家是谁。让主教跑一趟。你干什么吃的？你有什么毛病啊？成天这梅杰够横的啊！当个经理逮谁骂谁。经理其实就是个看场子的，在虎哥面前啊，他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下，就知道在下面人情说。他骂那姑娘谁呀？你说丁丁啊？丁丁就是 KTV 那边的服务员。这姑娘吧，平时也不爱说话，也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。你傻了吗？我怎么挣钱？我怎么挣钱？我怎么给你开工资？今天有大明星的新专辑签售会，我们早点下班一起去吧。不是你疯了？那个地方有探头又有保安的，你不怕撞见条子啊？小心点不就好了吗？可以拿到亲笔签名，还能跟真人合影，机会难得。胡哥说了，让你去红姐那边查一下。查什么？你查就是了，查一下谁卖给红姐的货。
我唱歌可好听了，我还参加过比赛呢。真的？你得了第几名啊？海选就被刷下来了。嗨，这种比赛啊，很多都是专业歌手去参加，你还要多练习啊。我也觉得，明年再去参加。你不知道现在呀，辣妈选手更有卖点，你肯定能红的。我以前最大的梦想啊，就是当大明星。我老幻想着大街小巷都贴满我的照片呢。现在我这梦想也快要实现了，只不过贴的不是明星照，而是通缉令。啊，前面右拐。我们不是去签售会吗？签售会得执行。不去了，去另一个地方。我们来这干嘛？别多问，一会儿也别乱说话。红姐，哟，娇娇啊，什么风把你给吹过来了？来的正好，来，坐下陪我打2圈。好嘞。我也好久没打牌了。你朋友？哦，我新认识一姐们儿，也在虎哥酒店做事儿。红姐，我们都多长时间没见了呀？你也不来找我。你好意思说？你这个小白眼狼还想着见我？跟了大老板，把干妈都给忘了吧？干妈，求你说的，我不是来看你了吗？我心里啊，一直惦记着干妈呢。哟，刚，诚心为我排呢。哟，这娇娇一来，红姐的手气都变好了。这牌运啊，就是跟着人心情走的。我陪干妈说说话逗逗闷子，干妈一高兴，这手气自然就旺了，是吧，干妈？就你嘴甜，死丫头！以后有空啊，多来干妈这里走走。干妈，那你也来豪庭转转呀。虎哥都问了，说红姐怎么不过来呀？都想她了。关系嘛，终究是旧的好，知根知底儿的朋友才叫人放心。看来这个红姐和秋虎不简单了。打牌就打牌，嘴里别吐那些狗屁叨叨的东西。李南城，说大不大，说小不小，都是一个圈子里的，早晚会打照面。干妈，要不你把新朋友带过来，让虎哥认识一下。秋虎是死了吗？自己不露面，派个小丫头过来套我的话。我懂了，原来楚娇娇是来查红姐上家的。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犯了事，在这节骨眼上不躲起来避避风头，反倒有胆子来我这里打听我的上家。你说秋虎把你当炮灰使，你是脑子进屎了这么听他的话呀？楚娇娇，之前在酒吧驻唱的时候，你得罪了那些人，要不是因为我，你早不知道被谁扒光了扔到哪个桥洞底下去了。所以啊，在跟我说话的时候，先掂量掂量自己到底几斤几两。打牌呀！从现在开始，按我说的做。臭不要脸！谁脸不要脸？不是还抗议？哎，这事跟我没关系啊！
之所以这么做，还不全是为了你啊？什么为了我？软话不管用，硬上咱拼不过人家。哼，这叫声东击西，曲线救国。你不就是想找个人吗？翻他手机啊，别说什么新朋友、老朋友了，祖宗18代都能给他翻出来。对啊，你厉害了，厉害了！红姐这臭老娘们儿还真以为我治不了她，还不是被我搞定了？还不是被你搞定了？别再让我看见，再让我看见他，我让他吃不了兜，吃不了兜着走。哎，查人翻手机就行了，你偷他包干嘛呀？买新专辑去啊！现在排队买肯定是买不到了，咱们有钱了呀，大大方方的找粉丝去买，粉丝敢开价100，我们就有1000，拍死他！拍死他！我拍死你我！虎哥找到是谁了吗？找到新卖家了。咱们得防着点人了。虎哥这性子，谁要抢他东西了，他能罢手吗？我说的不是新卖家，我说的是那个王倩。他这次救了楚娇娇，又抢了红姐的手机，查出了新卖家，几次都抢了虎哥的彩头。你说虎哥要是重用他，我们又跟他有过节，他不得想办法踢掉咱们呀？踢掉倒是小事，之前虎哥那么狠，非要弄死他，他呢，死乞白咧的就要跟着虎哥干。你就不觉得奇怪？那王珊珊出事以后，都是聪子主动勾着他交易的。他这人坑蒙拐骗，什么都干，下作的很，所以不可能是条子。这个酒店里的人吧，表面上叫我娇姐、老板娘，其实背地里骂我骂的难听着呢，都盼着虎哥哪天把我给踹了，等着看我的笑话。你不一样，你对我好，但我知道你对我好是有目的的。你是不是在找什么东西？你说什么呢？你少给我装蒜了，我早就开始怀疑你了。